土库曼斯坦是帕提亚安息帝国首都的所在地，又是蒙古人征服的远方。波斯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交融，拜火教与伊斯兰教并存，明眸皓齿，国色天香，多元的基因赋予了这里的女性天使般的面庞。这一集，连队长寻找土库曼斯坦消失的古城，感受中亚古道的繁荣与兴衰。雷探长土库曼斯坦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进入该国的最东部城市马雷，从这里开往阿富汗边境只需要5个小时。在1937年以前，这里被称为梅尔夫，它的旧城遗址依然存在。一路上漫天的飞沙，天空阴沉沉的。由于这里靠近卡拉库姆沙漠，所以气候干燥恶劣。老旧的公交车和苏联式的小汽车又一次出现在眼前。嗨，大家好！现在一大早呢，雷探长呢将驱车呢前往这个马利州。马利州呢也是这个土库曼斯坦5个州中的一个州，它呢位于它的东边这个国家的东边现在司机呢，因为每个州呢有每个州的要求，所以这个司机要换一下，因为在市区有市区的车在去其他地方有其他地方的这个车。洗车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把这个车放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有这个工人过来拿着高压水枪来洗他们洗车的一个棚。我看司机就给他了大概1块钱，但是他们还是蛮认真的。土库曼斯坦规定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女孩穿绿色校服，大学生女子穿红色校服。就凭这一点，就很容易在人群中找到他们的学生属性。Your student is university, but its dress is very, very right. 马雷的这个学生放学了。Hi, hello, hello. 你好，会写的什么？会中文？你为什么会中文？我们的老师的马瓦里。你们的老师教的是吧？老师教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吗？不会。你的老师教你啊？你说的太好了，谢谢。希望你要继续努力学习。Usanem. My name is Mr. Lei. Mr. Lei. Mr. Lei. She's 14. 14. 40 years old. 14 years old. Oh, it's very young. Good student. Yes. Yes. Green dress. National. National colors. National colors. Yeah. Here, Turkmenistan have a movie. Movie. Turkmenistan. Yes, Turkmenistan. Belgrade. Thanks a lot. 哎呦，这都来了，给你个小胖丫。OK。哎呀，我们就跟他们说下再见啊！毕竟中学生吧。在中亚其他4个斯坦国很少见到土库曼斯坦人，同样很少见到外国人的土库曼斯坦人，见到我也非常好奇，总是主动上来交流。这有2个土库曼斯坦的女孩把我叫住，可能是想跟我合影吧。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们想干什么。土库曼photo。OK。Hidai，我来自中国，这俄语的啊。Hidai， 他害羞啊。你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租衣服的啊。租那种跳舞的啊，跳舞的衣服啊。那这租衣服很赚钱吗？Yes。哇，原来是新郎的服装，大家看到了吧？原来是这个新郎这个服装。然后路上呢就把我叫住了，一定要跟我合个影啊。然后呢就感觉到这个小城了来了外国人，还来了中国的，有一种大唐高僧从远道而来然后请自己姐妹一起观赏那种感觉。观赏。马雷是出过很多商人，所以这里的建筑物内装饰华丽，他们也把餐厅设在商场顶楼。Hello。在哪坐？我们就随便坐吧，你带一个。餐厅引导员见了外国人也不卑不亢，非常大气得体，更好展现了土库曼斯坦的国家风范。刚一坐下，对面的女大学生一直冲我这边笑，看来也是对中国人很感兴趣。
I'm from China. This is a China gift to you. Okay. You to you. Okay. This dress I think is a university dress. This right. 可以吃的东西，这边主要是汤特别多，走了一路真是风尘仆仆的。马来地区我发现大学生很多。现在雷探长在这个马雷州的这个餐厅吃饭啊，现在呢吃饭点完餐之后，发现这边环境还不错，外面沙尘很大，但是反而凸显了这次我们要探访的这个梅杰夫的这么一个文化遗址。既然是丝绸之路嘛，那肯定是伴随着沙漠有很多的。看来这个地方，有一些有钱人，对，尤其是在这个马累州，从这去迪拜做生意多啊。去迪拜要做生意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土库曼人说，这州是马累州第二个迪拜。第二个迪拜啊。对。收钱服务员来聊，问我是哪里人啊，说明他们对这个人挺好奇的。现在我走出这个商场，然后到外面来看看啊。吃完饭，我让跟着我过于疲惫的 Supper 回去休息，我一个人自由行探索一下马雷。在我再三的要求下，他答应了。当我独自一人来到广场上，看见人们穿着富有民族特色的职业装，要走进礼堂开会。门口的一些女子很有特色。Working or student? No student. Student. Yes. 我发现土库曼斯坦女子善于画浓密的眉毛，必须长发，胸前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土库曼女性的首饰，这个配饰叫做库巴，一般都是祖传的，作为中古物，国内能够卖到5000到3万元不等。要是在20年前，该国也一度不提倡女性化妆。OK， 他们要跟我合影啊！我给大家说，这边的那个人呢，就是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很团结啊，走哪都穿得整整齐齐的。以前我觉得好像离这个国家的人很遥远，但是他们呢，穿着盛装就在你身边啊，因为他们本民族非常注重这个仪容仪表，走哪都要打扮得很漂亮，所以他们学生也好，就是工作也好，都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些女大学生，她们经常开的是什么大会呢？其实这是一种富有教育意义的大会，在讲坛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年的土库曼女性讲述自己的一生，一边唱一边用口诀传授自己的手艺，可以看成是在传授土库曼文化，也可以不恰当的理解成这是土库曼斯坦版的女德教育。这也使得土库曼斯坦女性在哪里都显得规规矩矩，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电视上面一直在演着那个土库曼妇女的3从4德啊，怎么绣花呀，怎么端坐，然后底下坐都是女大学生在观看啊，这个很有意思。大会结束后，这些女子她们也只能徒步或者搭车回家，因为根据该国交通部统计，在土库曼斯坦女性开车出车祸的几率更大，所以明令禁止女性开车。You go home. Asan. Yes. Oh. Oh yeah, yes. It's finish. Yes. 其实呢，这个一系列呢都是从头到脚的，最上面是装饰这个头的，它戴在这个头发的那个帽子上。而且有这个穆斯林信仰，所以说呢，他要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遮胸的一个装饰。这个装饰呢，它是遮盖乳房的。我还没回答为什么20年前女性不能化妆，因为传统价值观认为土库曼女性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已经不需要化妆了。这些土库曼首饰就是最好的化妆品。当时人们认为戴了库巴的媳妇哪儿也跑不了，所以库巴也成为了传统土库曼女性命运的枷锁。此刻雷店长也有了收藏库巴的想法。哇，大家看啊，这是这个女孩呢戴的一种头饰，这是多少岁的女孩戴的？没结婚都可以戴是吗？对呀。哦，那年龄大不大无所谓。他是把这些漂亮的头饰定在一个帽子上，其实这是当地游牧民族他们就是平时就戴的一种头饰。土库曼斯坦经历了花剌子模、蒙古帝国、波斯帝国等等时代，留下了众多的丝路遗迹。但是其中最有特色的，我认为要数帕提亚安息帝国。
这个帝国当时受希腊化影响，吸引了大批希腊人才。小刘院长来到这个尼萨古城遗址啊。尼萨古城遗址呢，就是这个古代安息帝国，也就是帕提亚王国它的这个都城。哇，这边很多当地人打扮得很细致啊，人打扮的都是来拍照的啊。Traditional Turkmen customs. 我说你是老师还是是老师。老师 teacher？主要是老师在这，大家都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多说两句啊。但是这边的人的确还是对中国很好奇。毕业了啊，就还是毕业照啊。大家看，这是一个土库曼斯坦的青年人。How old are you? My name is Daoud. I'm 70 years old. 这土库曼青年人唱歌。OK。同学们，我们走过这个大门呢，就进入了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这个安息帝国，也就是帕提亚时代了。那么这个古城里面呢，蕴含着很多重要的历史，当然也是丝绸之路的精华。跟我来吧。现在刘先生来到是这个帕提亚时代的这个安息帝国的都城尼萨古城啊。这个时代呢，大概是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啊，大概2000年前的这么一个时代啊，一个辉煌的时代。这个时代呢，它呢横跨于这个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一些地方啊，所以说呢，在这周边呢都出土过一些安息帝国，也就是帕提亚时代的一些文物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恐怖组织呢，他们摧毁过一些文物，其实里面就有这个帕提亚时代的文物。这些巨大的柱子很有可能就是曾经的拜火教神殿。帕提亚安息帝国流行拜火教，这是发源于波斯的宗教，认为阿胡拉马自达是宇宙最高的神。后来马自达这个名字也被汽车品牌所借用，其 logo 的中间就是一团向上的火焰。在这个尼萨古城这边墙上听啊，仿佛能听见历史的那些故事、那些回音，因为这些墙真的太老了。这个旧尼萨呢，它曾经覆灭过，新的尼萨呢，在公元5世纪开始复兴过一次，后来到了公元16世纪呢，它又灭亡了，所以说留下了2个城池。哇，大家看那边呢，我手指的方向就是这个尼亚佐夫清真寺，然后呢，这边呢是巴嘎尔村，然后这边就有一座高山呢，翻过去呢就是这个伊朗，然后这一边呢就是尼萨古城，可想这个地势多么的复杂而又完美啊，可以说是丝路的交通要塞啊。帕提亚文物都藏于土库曼斯坦国家博物馆，我有幸参观了这个博物馆。雷先生来到I'm Kidai China。Kidai。雷先生来到博物馆啊，他们问多少钱 ？Yes。Это фото. 啊。Вот. Yes. Фото. Вот. 50啊。Общий двое. Thank you. Сколько хочешь поставить? OK。You speak English? No. 哦，那我们就一起合个影吧。Вверху или вниз хочешь? Here 啊 ，OK，Thank you。现在我来到他们这个展厅1楼，就是他们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事迹展。能看到他呢特别关注这个骑马、汗血宝马，还有这个跆拳道。因为是韩国字儿，肯定是跆拳道啊。跆拳道发音也是跆拳道。博物馆里珍藏的都是见证了中亚历史，甚至欧洲和丝绸之路历史的文物，但明显无人问津。这些象牙制成的酒器就是尼萨古城最核心的发现。酒器上希腊人的图案非常写实地记录了帕提亚人的生活。大家都讲了，这些是都喝酒的。喝酒的那个啊。你刚才大家都讲了，在那边是。哇，大家看这都是有钱人喝酒的，喝的这个应该当时都是这种度数很低的，但是喝多了会醉的那种葡萄酒或米酒。然后上面的那些都是那个古希腊人的那种打扮，说明这个帕提亚时代的人们真的是穿着古希腊的服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
这些是大象的这个象牙做的这种酒杯，它得怎么倒？我怀疑可能是给别人倒酒，给小酒杯倒，所以以前的这个酒呢是装在这么一个大象的这种象牙的一个酒杯里面，说明这个非洲或者南亚呢对这个帕提亚也有影响。哦，这些象牙的杯子啊，原来是在1948年地震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之后呢，发到了这个莫斯科，因为当时还是前苏联的，后来苏联的这个总部莫斯科呢，把这个考古学把它们组装到一起。喝酒的那看那对边喝的下面喝。对，下面喝这个小洞洞里喝哦，大家看好了，是在这个小洞洞里面喝酒啊，这喝酒的样子有点奇怪啊。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甚至历史古城的发掘都离不开当时俄国人的帮助。虽然以现在的眼光赋予了那些苏联专家很多行为上的诟病，但他们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也为土库曼斯坦修补了历史。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呢，经介绍呢，这个人是个考古学家，来自于莫斯科，叫做伊万尼奇。然后他的一些考古当年的一些遗物都留在这个门房这个地方啊。他的留下来的眼镜。雷大长从这个马雷市区呢，坐车坐2个小时来到这个古内勒德佩这么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古内勒德佩，是这个在苏联时候呢，有一个考古学家呢，叫做伊万诺维奇呢，他当时从80年就开始挖掘这个地方，最后呢，挖出了一些黄金制品啊。因为这个古内勒德佩呢，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城。所以我们来看看它现在，还复原了一部分，就是这样。哇，大家看啊，我找到了一个超大的罐子啊！这罐子呢，没想到在这个遗址上一直还放在这个位置，他一看就没有挖出来。这个老大爷就守着这个黄沙慢慢估计啊，那谁给他发工资呀？谁给他发钱？政府给的。政府给啊。那这工作还应该挺苦的，因为没有什么游客。对。Спасибо。谢谢。梅尔夫遗迹是马雷的旧城，梅尔夫意为湍急的河流，古城旁的穆尔加布河如同一条无穷的线索，贯穿历史长河。他们是这边放羊的人啊，就站在这个古老的安息帝国建造的这个堡垒上放羊，很正常。过去中国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老的文物呀、土包啊、西夏王陵啊。上面都是有人在这放羊的，但是同时西夏王的陵墓也是被蒙古大军1227年左右呢被这个毁灭的。梅尔夫古城既是交汇处，也是融合之所。佛教的宁静，伊斯兰教的虔诚，拜火教的神秘，基督教的温暖，在这片土地上交汇共生。这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类共同奋斗的记忆。丝绸之路的精神在梅尔夫古城得以永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土库曼斯坦都有哪3大文化遗产。第一个是库尼亚乌尔根齐，它曾经是这个花剌子模的首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尼萨遗址它是这个帕提亚当时这个帝国的一个首都。第3个呢，就是这个梅尔夫。梅尔夫呢，在这个2000年前呢，曾经是这个丝路的交通要道是它的要塞。在1000年前呢，又修建了这个苏丹的他国王的一个陵墓。所以说，这3大文化遗址呢，我觉得都值得来看一看。土库曼斯坦至今还没有对外开放，充满了质朴的商业经济气息。受前苏联影响，个体创业的人并不多，但最早下海的也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那么土库曼斯坦人都在做什么买卖呢？就跟着雷店长去看看吧。为了我的拍摄更加真实，我决定自由行1天。我的向导 Sapper 最终还是被我说服了。现在雷店长呢是在这个土库曼斯坦的这个车站啊，这个车站这边他们修的还是挺漂亮、挺洁白的。然后我们跟着大爷聊聊。I'm from Kidai。现在是下班高峰期，车站这全是人啊，有很多人还挺有民族特色的呢。Hello， Salam alaikum， Salam。哇，这个造型真的很有这个土库曼特色。土库曼 ，yes， 很棒，太有这个土库曼这个男人这个特点了。You are tourist? Yes, I'm tourist.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s. Yes. Yeah, I am from Turkmenistan. You're good student. Thank you. Oh, very beautiful. Okay.
In the Turkmenistan, what job is good job? Doctor?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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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has good Oh. places. Oh, yes. I like China and America and German. German. Yes. Oh, My name is Ola. this English book. Yes. Oh, I see. Elementary. It's good student. 哇，他们都是在学英语。Learning English. Yes. It's English book. 啊，good. 其实呢，就是跟大家跟年轻人交流交流。这边有很多的这个人来看，雷队长也是自己在这个大街上走，然后周围都是一些投来羡慕目光的一些女孩啊，她们也想得到这个手镯、耳环啥的。雷队长就像一个卖布的、卖项链的人一样，很多人对我很好奇，以为我是那种就是卖东西，其实不是的啊。OK， 小朋友也在这要跟我打招呼，来握个手，握个手。哎呦，好热情啊！你很可爱，知道吗？土库曼的小朋友这么不认生吗？妈妈也在旁边，妈妈大意。OK， 很大意啊！其实雷想跟大家说啊，我在土库曼斯坦呢，的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呢，我的感受就是土库曼不是网络上说的那个土库曼。土库曼呢，网络上说呢，土库曼呢并不开放。我的感受呢，土库曼呢不是不开放，它开放，但它有点像中国这个。你好，有点像中国的80年代，就是大家知道80年代是个什么年代？就是说可能如果你有钱啊，就可以出国，不是说不能出国。然后呢，外面人进来之后呢，只要你有这个申请的这个条件，只要你正规也能进来。所以说，外面和里面是有互通的。第二呢，虽然说这个网络呢它呢过滤过，但是呢电视是发达的，就是它能够看到这个中亚的一些台，包括土耳其的，所以大家看外面的世界都是可以了解到的啊。所以人呢不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呢，有人说男人不能留胡子，其实据我考证，这也是个老黄历了。不能留胡子是这个学生学生要学习嘛。其实我们以前上中学的时候也不能留胡子。Usually, Turkmen student, what time is go to school? 8:30 or 8:15 starts. Student every day is happy in here. Not. Yeah, happy. Happy. We are learning. No. Because have a lot of ability to get to learn English and other English like other languages, Russian, English or Turkish. We know a little bit Russian and English and Turkish. We watch Turkish serials or films, so we learned. Maybe in the future you want to go to Turkish work? No. No, in here. Yes. Why? Because our motherland. Oh, mother. Yes. 其实说明当地人呢对中国并不陌生，然后呢也非常有热情。也是踢球的这些人，无论老师和孩子们都是挺阳光的。Hello. My name is Hakajan. Oh, yes, good. You are boss in the here? Yes, I am here. Are you here? It's a market. No. Oh, Shop, it's a computer shop. shop. Computer and music shop. 那边是卖电脑的一个商铺啊。So come here. OK. 他请我到他的电脑商店来看看哇，is modern 里面女店员。OK. Salam alaikum. OK, salam. 哇，他们你看都多热情。我们来看看，哇，他这个店里面有很多来自这个中国的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些，这是电脑的多重这个插头啊，音响。这鼠标卖100马纳特啊，1美元，最低换12马纳特到15马纳特之间，或者再高一点就10几马纳特这样，18马纳特我认为的，但最低是能换到这个12马纳特，所以大家算它有多少钱？我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有一只摄像头呢是来自于中国的，里面那个字幕上写的那个星期三都是汉语，它都没有翻译过来。而且我也发现很多这个卖音响的，它都是那个一开机有一个开机的声音，都是那个汉语的那样子，欢迎使用什么什么的，很有意思啊。Turkmenistan have 5G? No, 4G.
4J 啊，大家听到了吧？权威就是土库曼这边的这个网络的老板都已经直说了，这边是有 4G 的。但是我来这个地方呢，在酒店里面上网都，基本上连不到互联网，就是这样的。 100% of these goods 哦 made in China. All made in China 啊 All of these. All made in China is good. 80%. You have been China, go to China. No go to China. 老板给我倒好了，要感谢这个老板啊。哎呦，还给我打语音啊。OK，Thank you。这老板说他忙，他要走了，然后请我在这喝个咖啡。所以说这个土库曼斯坦人还是挺有这个待客之道的啊。土库曼斯坦人可没有那么容易去中国，很多产品都是靠边境贸易大包小包人肉背回来的。还记得前几集我去的那家酒吧吗？老板多次向我咨询如何前往中国赚钱的问题。他说，这工作是无所谓，无所谓啊，什么工作就好像去中国，工作。这是一个好主意啊。对，好主意。但是工作就一定是会说中文的，因为中国那个圈子跟土耳其不一样，对吧？他一定就是会说中文。因为他未曾想象到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商业差异已经相当巨大。别人叫我过来啊，我看看土库曼斯坦的人哦，这是在修手机的啊，卖手机、修手机的啊，这是手机，他们有点不好意思。Hello. Hoca verdi. По-русски знаешь? Or söyle. Only English. Bilen o. Kaç. OK。哇，这边有好多人在这边卖这个各种手机啊什么的。最古老的一个手机是这样子的啊。最先进的就是小米的。还有这个手机啊。Sizin telefon musun? Japon mu Tay mısın? Japon. Eski. Nokia değil. Korun. Mada in China. Processor altırlar abi. 这都是这个手机够古老的了，但是也有人用，估计老人也用。Bye bye. Goodbye. OK。都是一些这个土库曼的卖二手手机的人啊，我们跟他们交流了一下，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同时也知道他们是在卖一些最早的手机，应该是20年前的手机了啊，也有人用，因为有人就打电话就行了，又不需要上网。有卖这个笔记本的啊，这个是土库曼的笔记本啊，小方格笔记本。土库曼小朋友学写这个字啊，1年级的，然后呢写这种字的本本。你好，打个招呼啊！你是也没关系啊。你是 boss 老板。哇，这张画就是以前土库曼人的历史上的生活。Miss how much？ 2本书多少钱？才15马纳特啊。同时，我觉得这也看出什么呀？就是土库曼呢特别重视英雄主义。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英雄，那么这个国家就失去了灵魂和希望啊。所以说他们把英雄画的特别帅是有道理的。Hi. This? Okay. This. Okay. 25. 52. OK。大家看，这就是土库曼人啊，世代相传的一种仪式啊，用这个玉栽路口来熏房子，或者新娘出嫁的时候来让她熏去一身的晦气。这个玉栽路口相当于中国人点香。既然看到了，我们就买一束。One? This one? OK. This. Yes. 玉栽路口。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如果自己出来购物，还是价格挺低，才2个才25。相当于就2美元吧，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I'm fine too. 土库曼斯坦也有那个贴纸条，就贴到那个车窗上啊。这是个按摩的。就在离开土库曼斯坦的前夜，我们来到马雷一家高级餐厅吃饭，因为萨菲尔说这里有气氛组助兴，于是就来了。大家看啊，这个土库曼斯坦其实还有这种歌舞厅的，像雷探长来到这个歌舞厅来吃饭。来吃饭，点了一些菜啊，我们来看看这边跳什么舞，吃什么饭，这很有意思啊，还挺摩登的。Sapper 告诉我，千万不要看对面的女子，
不然对钱包不好。我开始并不明白，于是他解释道，由于这3年西方国家经济状态不佳，于是很多外国女子溜到了土库曼斯坦边境城市讨生活。她们好吃懒做，看她们一眼兜里就少10块。我没有深究为什么，只感受到 Sapper 对他们的搔首弄姿非常不满。来土库曼斯坦一路都没有遇到乞丐，但是在马雷倒是遇到了。从发型上看，可能是偷渡过来的阿富汗难民。第2天一大早，我赶往土库曼斯坦边境，一路上要穿越卡拉库姆沙漠，这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之一。Sapper 告诉我，这些母子都是承包修路的民工，他们拿着空瓶子，就是在向过往的车辆要水。Sapper 告诉我，这条公路非常的玄学，只要你敢停车，车胎就会爆。哎呀，看看车轮也扁了。往这个土库曼纳巴德这个方向去的时候，说明这个路真的是坑特别多，是坑的原因是吧？就在马上要离开土库曼斯坦的时候，我们的汽车轮胎也报废了。这就是土库曼斯坦一路上艰辛的见证。我想用土库曼斯坦最传统的方式点燃玉在路克草，来驱赶邪恶，为土库曼斯坦祝福。这种仪式源自于波斯拜火教，感谢火给人类带来光明，也为我们的明天带来重生的希冀。新冠病毒的时候也每天新冠病毒的热点啊。对，开始的时候就叫 Bismillah， 开始的时候叫 Bismillah， 对 ，Bismillah 啊，对。Sapper 说这个还是药。雷店长尝了一下这个玉在路克这个啊，他说是药，我说实话，一股那个咖啡豆的味儿，咖啡豆的味儿。就这样，我离开了土库曼斯坦。就在离开的那一刻，我终于感受到了为什么土库曼斯坦用绿色作为国家的象征。当一个人被投身于沙漠，这不仅仅是一次肉体的磨难，更是灵魂的试炼。在无垠的沙海中，他超越了极限，找到了自我深处的坚韧。这是一场灵魂的复苏，更是意志力的蜕变，似乎向世界宣告，即便沙漠肆虐，我仍是不可征服的生命之源。告别了土库曼斯坦，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这里是葡萄架下的美女之乡，也是玄奘取经的最西疆土。1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处女地，如今它将慢慢地向世人展现它的神秘妆容。下一集，雷店长深入探索乌兹别克斯坦，感受这个热情似火的丝路古国。